上一期10位潮人通过主题国风大秀脱颖而出。我好爱这一组。我觉得我就是会很想穿，我觉得好好看。本期他们将迎来新的主题，这一期的主题是我们的打工人潮流季，考验选手对 Z 时代打工人的理解，搭配出一套既潮流又适合打工人的通勤装。但是佳琪哥没能来，是因为他正在忙着给全国的打工人安排各种大促折扣，所以我们请来了新的带人官。我是今天来代班的潮流带人官打工人李路修。接下来我们赶紧打工吧。Hello。欢迎各位来到，这就是打工人有限公司。在下呢就是这个打工人有限公司的老板 Justin 黄明浩。真的假的？真假的？这位是你们的另外一个老板。我是暂时的老板李路修。我是你粉丝，我看我损失啊，我做的损失啊，你的损失啊 ，respect 啊。我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个打工人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我们大概是干嘛的？我们打工人有限公司呢是一家电商公司，负责100多个服饰美妆品牌的线上销售。这里是本公司的服装样衣区，也是大家要接受第一项考核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一项考核啊，大家想知道是什么吗？不想，三匹默默地摇了摇头。想下班。我们这个考核呢和我们的今天的临时带人官厉路修老板有关。厉老板有一个爱好，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平时喜欢散步，最近没有什么好看的衣服，所以需要你们的帮忙。就是我喜欢穿就是比较亮的颜色，红色、黄色那种各种颜色，然后比较舒服的衣服，比较就是 oversize。有没有什么想问呢？有。李老师，你会穿你今天这身去散步吗？不会，因为比较喜欢短裤。老师喜不喜欢 hip hop？hip hop 喜欢。OK， 没问题了啊。拿捏了。如果说在我们其中任何一套，如果你想扒下来就立刻去散步的话，有没有你所中意的？你的还有他的啊，我跟贺磊内定冠军。他喜欢可能因为我们短裤吧。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严肃的挑战了，10强选手请注意。打工人的第一项考核，充分洞察厉路修老板的需求和喜好，用限定区域的服饰为他量身打造一套最潮散步装。接下来，挑战开始。天哪！干嘛？我是要哄抢吗？为什么要抢？我先把这个拿。我也想拿这个。我怕我没有裤子。那我们先拿着。为什么裤子那么少？没裤子。我从未看见过裤子是怎么回事啊？衣服不太多，所以对他们这是他们的考验。这包包也没了。啊？还有包的吗？裤子在那边呢。我把自己裤子脱了行不行？快！还有最后1分钟。59、58。好看吗？加油！冲！快点冲！加油冲！冲！5、4、3、2、1。有没有人主动想要先介绍一下自己的穿搭？我来吧。好，我的穿搭比较简单一点吧，就是黑白色系为主，而且散步的话，我觉得短裤是最舒适的。然后就是选择外套什么，就是比较 oversize 比较大一点，穿着比较凉快。然后这还有小细节，可以带个保温杯。不错。满意吗，李老板？还可以。我今天选的这一套是就是比较亮色系的，然后散步我是很少散步，但是我是会晚上喜欢自己骑车。
然后我会觉得散步或者骑车，我都想听听音乐什么的，所以我有配一个耳机包。因为晚上的天气可能不太就是确定嘛，所以我其实是里边是一个短袖的 T 恤，然后如果特别热的话可以换下来，外面是一个亮色的一个 oversize 的一个卫衣，然后搭配一个帽子，因为我觉得其实出街散步可能还是要稍微低调一点的，对于厉老师来说。然后下边搭了一个水洗的这种松紧的这种短裤，然后搭配一双那个运动的这种长袜，然后感觉就是比较有元气，比较有那个就是阳光的感觉。不错。吹吹。就是宽松彩色，然后没了。棕红。因为刚刚厉老师说喜欢红色，然后选了一件红色的，然后比较薄，然后感觉挺舒服的一个古巴领的一个衬衫，就感觉又休闲，然后也不会看起来很随便。然后搭了一条项链，因为古巴领它这里领子会开很大，如果没有项链会很空。然后选了一条黑色的西裤，侧边有一个像运动裤一样的大扣，就觉得挺休闲的，也没有那么死板。对，可以。厉老板，你先选几套想穿的。啊，没事，但是我们最终只能选2套。我想试一试这一套，还有走了。这一套。欢迎利路修老板闪亮登场！又准备了一个可能冬天会比较合适，天热一点就运动裤嘛，其实也是适合散步的。好潮呀，好潮呀！来，老板。然后包包的话，我是3个包包一起，因为我觉得一人工作可能放东西会比较多嘛，复杂一点啊。感觉怎么样，厉老板？感觉很时尚，就是非常高级的。但是这个有点不舒服。那下一套吧，直接。这个真的是意想不到的。就是非常适合这个天气，就是上半身比较长，然后下半身比较短，然后这样的话就很适合这个天气，不凉不热的。不愧是聪哥。这个虽然很好看，但是不太适合散步，其实。但是上舞台，对吧？非常好看。上舞台就可以。对。忽然这个不知道是好的事还是坏事。对，你喜欢就好。好，下一套。哇，这套看起来很舒服啊。对，我准备了一个这个零钱包，可以里面装点钥匙呀什么的东西。选了一个牛仔裤，是因为就是在外面散步的话会有蚊虫叮咬。厉老板感觉怎么样？还好，就是感觉颜色太多，就是蓝色、黄色、灰色，就是不太配。因为我觉得老师的皮肤比较白，所以这种浅色系会衬得他比较有活力，这样子。对，有请利路秀。李老师脸上略显一丝尴尬，有点别扭。好像不是呢。李老师，你感觉怎么样？感觉舒服吗？感觉这套好像有点短。哦，上面就是短的。哇！我感觉像那种外国杂志上面的那种。OK。感觉怎么样，老板？感觉很舒服，就专门为你考虑的，就是现在去散步，舒服，很可爱。这个就会有点热。大夏天你让人家穿毛衣，这是适合夏天那种傍晚，因为才有点会刮点凉风嘛。昨天晚上30度。拆台3瓶。好。最后一套对吧？哇！好看。那我觉得是好看的。好帅啊！我觉得背后看完是 Justin Bieber，就是。
那很适合他，很像。老板感觉怎么样？不错不错。不错，挺低调的。这个鞋子如果不是白的就好了。哦，舒服。舒服吗？嗯，这是最舒服的吗？然后有就是特殊感，就是这个。对。厉老板，你现在试了6套衣服了，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吗？最喜欢的是最。等一下。但是呢？不适合我们的今天的规则，所以我已经淘汰了他。那大葱哥先请后退。这是我第一套喜欢的，最喜欢的是双皮的。那恭喜酸皮先到我们的晋级区等候。你要在这3套里面选择一套你最喜欢的，然后并且站在他的身后。是哪套呢？是哪套呢？哇！就是虽然有点热，但是冬天可以穿嘛？就冷一点也可以，就是特别温柔，适合我。好，那我们就恭喜酸痞跟我们的校服兄弟胜出了。胜出的选手在本轮将会获得巨大的优势。这个游戏是什么呢？我就要来宣布一下规则。这一次的舞台我们会采取的是5v5的团战，而2位队长呢，就是由刚刚胜出的酸痞跟我们的校服兄弟。又当队长，我当了多少次队长了？这次又当队长，压力更大。队不队长无所谓，我们重要的是跟队员一起来做这些东西。如果说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一起解决，队长就必须解决这些事情。5v5的团战呢，采用的是团队积分制，积分高的队伍呢全员晋级，积分低的队伍呢将会有5名，哇，还是4名，还是3名，将会有1名选手淘汰。现在你们将会面临第一个决策，选择队员，2位队长交替选择队员，谁先开始由猜拳决定。猜拳，我猜上。好，一局胜，石头剪刀布。李师傅。OK， 好，吹，拆开了。对，就是专门猜的。啊，吹跟曾红我不同意这么轻视，太磕 CP 了，我就使劲的拆。2块1，贺脸。Oh no！ 笑男孩。还有个主儿，我们5个。老队长，来 ，OK。好，团队作战的第一项考核来了。寻找有穿衣困扰的打工人，然后用这里的衣服为他们搭配一身通勤装。上班能穿。为了更直观的看到搭配前后的效果，我和厉老板会收集打工人对你们表现的反馈，以团队为单位统计分数，结果会影响你们团队的采购资金。又来，好，加油！那你们就赶紧出发吧。Hello， 小姐姐，你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吗？你愿意让我改造你吗？干嘛？就是帮您达到您理想中的一个造型。你平时喜欢什么？就是你的穿衣风格是什么？现在的状态呢？舒服的。我男朋友就觉得我太
蔫了一点，出去像是就是兄弟吧。啊，那你觉得这个点，你想不想让就是我们俩今天一起把它突破一下？可以吗？谢谢。哎，你好，你这边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做一个改造的吗？可以。就是我们先称呼一下，我们是校服兄弟。您怎么称呼？叫我 Happy 就可以了。 Happy 啊 ，Happy 啊。如果我们要改造你的话，你对这次的穿搭有什么要求吗？因为我是属于比较油腻的年纪了。没事，不会啊，我觉得挺年轻的。我平时穿着会比较老气一点、传统一点，因为打扮的稍微年轻、活力、阳光一点吧。您平时上班的时候，对自己通勤的这个装扮有没有什么烦恼或者是困扰呢？就很难穿的有型，然后显高。希望是您能变得比较高挑一点，对，对吗？那您能帮我完成这个任务吗？可以。好，谢谢。只想要穿的好看有个性。好看有个性，他们都会说我以前像王菲之类的。我能感觉出来，就人中眼睛都有像。但是我现在就是为了融入大家那种，我就感觉失去了自我。那我觉得很好，你跟我说了一个时尚 icon 这样子的，我能去给你想，这个倒是真的。姐姐，请问你愿意让我帮你搭一套衣服吗？行啊。好，那请问你有什么穿搭上的一些需求吗？看看有没有什么大码女孩可以变得稍微潮流一点的。那喜欢的颜色之类有吗？颜色都还可以，就是什么都可以接受。是比较喜欢白色的这个颜色。它里面很多衣服没有我的码。我的进度是最慢的现在，所以说我对我自己还是有点担心的。他之前也有想过去改造他的诉求，活泼的、青春的，所以我们就往他的诉求方面去改了。对于我们这小个的小马兽太不友好了。我有个想法，请大胆的说出你的想法。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第一位的这位打工人。我的烦恼是转行做了电商主播这一块，我可能就是要一个是迎合直播间的粉丝，就扮可爱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个人是抵触可爱风的。那三品，要不介绍一下这套造型怎么解决了我们这个打工人的烦恼？可能先配饰这些东西会有女王范儿起一点，然后就是衣服的话，夹克我就觉得比较高阶，然后比较金属风重一点，外面给它加了黑色的纱裙。硬朗、挺阔、大气，就少了一些小女生的婉约，基本上就是很标配，也符合职场。满意吗？对这个打扮，你的同事会不会嫉妒？就是我整体其实是很满意的，因为它这一套无论是我上班来穿，或者说我直播来穿，都是 OK 的。但是我有一个不明白的点，他为什么要给我加这个？觉得自己有点像王菲，然后我就说那往那方面去靠。我个人是抵触可爱风的，其他地方都很满意。那你给他几分？9分吧。OK。他一开始穿的衣服会比较的老气，就是颜色比较深。我们的外套是选用就是涂鸦的，涂鸦能显得比较活力和青春嘛。然后裤子选的是一件条纹运动裤，然后是个排扣的，再配到他的鞋子，会显得更加的活泼，年轻。你觉得他有解决掉你的那个问题吗？他不是解决到的问题，他是让我换了一个角度去重新看自己，觉得自己到了这个年纪还能跟年轻人对话。你觉得你这个套衣服有什么不足吗？这套衣服的唯一不足是我回家不知道往哪去买了。哦，我也觉得很不错。给他们打多少分？1到10分？9分吧。你的那个烦恼是什么？我的身材是这个样子的嘛，我想大码女孩也要搭配的很时尚、很潮。吹吹，你要不介绍一下怎么来解决这位打工人的烦恼？这套装扮。先都拿着，帮我挑，觉得可以。我要帮你拿一下吗？没事。这个你直接当半裙穿，你先试一下。吹吹啊，这个还是有点黑耶。我知道，我陷入了黑暗风。再找。这个穿在最里面，就是当一个下摆。哎，我觉得这个花的领子我喜欢。
再把配饰这些戴上，再把头发稍微还拿了条腰带短一。点。好，裙子我想那种宽大一点的，2件裙子和1件衣服去搭的一个整体的下半身的裙子。这个其实是有点中国风的，所以它的头上我用2根香薰棒做了一个发饰。哦，这是你做的吗？是他去厕所里面拿过来的香薰棒。厕所里面。你觉得这套服装就是有解决到你的问题吗？有，因为我觉得平时我一直觉得下半身有点大，所以我一直穿那种 A 字裙就很紧身，突出我的翘臀。但是现在觉得这样搭配也还蛮好看。那这个衣服是那个工作舒服吗？丽如就跟我讲话了，好开心。特别好，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尖领衬衫，他挑了一个这个，所以我觉得我像 XL 版的吹吹。哦，真的，你别说有一点是。还有什么地方很奇怪或者不太喜欢？不满意呢，倒也没有吧。但是我觉得需要一个妆容去 hold 住这件衣服。这很 hold 住了。是的，对。那你打几分？我可以打9分吧。9分？对。请问这位小姐姐，你的那个烦恼是什么？我的烦恼是比较胖。哦，那周红，你今天是怎么解决这个烦恼的？我选了一件这种比较偏女性的裙子，然后它这边是显腰身的，因为她平时喜欢街头，然后喜欢滑板，所以我想说里面穿条裤子会显得男孩子气一点，然后外面再套了一件比较 oversize 的 hoodie， 然后 hoodie 打得比较开，然后把领子往后拉了，显得肩颈比较长，就不会显得比较臃肿没有脖子。什么地方不太喜欢，还是有点奇怪？对，学长都已经走了，如果你有不喜欢呢？我挺满意的。然后因为我平时是穿搭的比较随意嘛，然后我就会想穿一些比较辣的衣服。那给他几分？1到10分。9分吧。9分。多1分怕他骄傲。多1分怕他骄傲。问一下这位小姐，你的困扰是什么？身高。我觉得我要看上去有1.8米。呀，你说一下你今天这套搭配怎么样解决她的困扰？我在她这个整体的腰线这个部位是选了一个就是比较上靠的位置的服装，看起来就是整个主体会这样拍照拍起来的话就会很对，会比较高挑，然后做出一个就是大概倒三角的形状，然后把这个人整个就是形状上拉的比较就是重点比较靠上这样。明白。就是他对你这个困扰解决了吗？有的，因为其实一般我不会穿这么平的鞋嘛，但是今天就是这样搭配的话，就是我也可以很自信的，就是穿这么平的鞋。所以你可以明天这样去上班吗？我觉得可以尝试啊。那你直接给他打几分？9分吧。都是9分的，我可能10个9分。大家采访一下这位那个打工人，你的困扰是什么？太瘦了，太瘦了，没有线条感，比较弱，看着。他觉得自己身形偏瘦，所以说我没有给他选择短裤，选择长裤。然后像西装这样比较撑垫肩，然后比较阔挺的版型，会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比较挺拔一点。因为他是不太喜欢那种很跳的颜色。那你有没有就是不能接受的颜色或者风格吗？太亮了。太亮的，所以颜色就选择的很弱，对比很弱。然后我会有一个小的项链做一个点缀。因为我有同样的问题，然后我平时穿短裤，然后大家都说你太瘦了，然后他给你穿那个长裤比较好。对，怎么样，帅哥？还行，就还行。因为像我就是说他和我日常的一个装扮是不同的，然后呢也没有把我之前那些要求就是说。所以你给他几分？8分。快点，你是找了世界上另外一个你过来的是吗？没有一个双胞胎。不，我们找就很有缘分。哎，你这样给我搭长裤还是短裤？我觉得短裤吧，都可以。你穿短裤吧，我觉得，好吧。看对眼了呗。他的诉求就是我的风格，就是我的风格里面的元素哎。我先给你试一下搭一套蓝色系，好吧？哎呀呀，这种亮色系的。
把这个衬衫穿里面，然后袖子挽起来也挺好看的。鞋子你可以试一个这种绿色的吧，尝试一下凉鞋，其实会有些时髦感，我觉得这种更阳光。嗯，是，好 ，OK， 好。这位打工人，你的烦恼是什么？因为长得比较黑，所以就感觉穿衣服都不怎么好看。他说我想穿一些稍微更亮一点的风格，或者显得更让人觉得更干净一些。我觉得我搭身可能跟我的风格有点像，但是我觉得这身穿在他身上是适合他的，非常适合，我也觉得。感觉怎么样？解决问题吗？感觉今天就特别不一样，特别不一样。有一个缺点是，这凉鞋，我平时不喜欢穿这种凉鞋。哦。但我感觉搭着也挺好看的。是我感觉你这么穿也，感觉会比黑色更好看。从1到10多少满意？打几分？8分吧。8分。这位打工人，你的困扰是什么？因为我偏瘦嘛，然后我就希望肩膀可以看起来就是宽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我可能需要出门见客户多一点，然后希望稍微偏正式一点，因为我很少会穿西裤这种东西。你像这个西裤的话，它看起来又像西裤，但它看起来还有点那种结构的感觉，就挺帅的。然后像上身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夹克嘛，这个颜色比较鲜明。比如说你见客户的话，颜色比较鲜明的话，客户也会开心一点。这套衣服怎么样？就选手走了，你现在可以随意吐槽。风格我觉得就是还是蛮那什么的，蛮满意的。对，然后因为刚好今天我自己穿的红鞋嘛，他就专门搭了个红色衣服，我觉得还蛮配的。还可以，还不错，就是至少在我对于自己身体很瘦这一方面，他至少帮我不会让我看起来太瘦。对，这一点还蛮。所以你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从1到10。8。好，请问一下这位打工人，你的困扰是什么？我的困扰是平时头太大了，找不到特别潮流合适自己的衣服。那你介绍一下你今天是怎么改造的？我想就是把它改的就变得朋克一点，然后全部用大量的黑色去显得它整个体型会变得缩小一点，然后它头就会显得就没有那么大了。我有同一个问题，我的头很大，没有你的头很小。感觉怎么样？你觉得好看吗？我觉得还可以啊。真的吗？没有骗我吗？没有骗你。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垮。你觉得有点垮是吗？我们里面衣服都比较小，显得整个人身材会有点胖了。哦，明白。搭的还算是还好，但可能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终于有一个不满意的选手了。那你直接给他打分？我觉得7分吧。7分，这么高？对，我觉得给个友情分嘛，就打工人不为难打工人。你好，请问这位小姐姐，你的烦恼是什么？就是不够有女人味儿吧。那祖儿，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这个比较成熟，我们可以先拿着，反正我们就先多拿一点嘛。可以。但我感觉他们这些都好运动啊，怎么这么多男装啊？他是故意刁难我们？我连个腰带都没有啊，没有高跟鞋。鞋子稍稍有点怪感觉，如果是穿这条裙子的话。的确，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我有一点选择困难症，特别是帮别人挑衣服，我觉得真的特别难。淡定淡定。为什么颜色饱和度都这么低呀？这个颜色呢，绿色。你觉得这是你的风格吗？为什么这么难呢？但是不披着就完全就不飒了。我觉得还挺干净的这样子。这样吗？哦，还可以，说实话。我就选了一个长裙嘛，然后它里面是一个吊带的设计，所以说我们的场景设置就是下班，然后呢，她跟她老公先去约会，比如说去看一个艺术展，然后呢就到晚餐，比如说可以去一个西餐厅，然后她就可以把这个给就是说脱掉嘛，就是会比较性感一点。对。哦。好。这套衣服解决你的问题吗？因为现在选手已经走了，你有什么就是不满意的，你都可以直接说。然后我很喜欢。
所以你给他几分？那就我已经请了刚刚你们就是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打工人，对你们进行了评分。评分高的那组呢，将会额外获得采购基金1000元。哇哦！好，可以。OK， 宣布你们每一队的分数。3批，你们总分呢是42分。周祖儿，你们队是赢是输，都在你的身上。啊？不是吧？你必须要取得8分以上的成绩，你们队就能赢。8分以上，那8、9分，就是我有点害怕，他可能觉着没有那么成熟。周祖儿，所以你给他几分？那就10分吧。恭喜周祖儿获得10分。谢谢。意料之中，因为我们队我们选的都是比较强的队员。牛，我就输了，没事了。那我们等会儿每队的资金都会由我们厉老板亲自打给你们。好，刚刚呢只是一个热身，马上要迎接大家的就是正式的舞台考核了。真的。这一期的舞台任务结合5个不同的生活场景，打造5套既潮又适合打工人的穿搭造型，并给每套造型搭配一个通勤包。在你们面前的任务箱里有10张题卡，请你们每人抽取1张，不要偷看哦。巴啦啦能量，诶，这抽了这个吗？我能不能把这个放回去？上台演讲的打工人，我觉得是全场最难的。我觉得还挺适合我的，就还挺能想到要干嘛的。没了，还有一个，恭喜没了。上一次主题就是跟看场有关的，然后结果这一次又抽到了，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种挑战。2位带人官，请稍等。接下来这是你们的任务。什么？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就这个吧。好，那我选这个。看一下你的是什么嘛？看什么？长掌心。长掌心啊！我们这个节目组真的不会放过我。看一下，辞职。一样的，一样的，我们俩是一样的。那是一样的。好吧，现在采买正式开始。好的，加油 ，OK，拜拜，加油。因为我们是一个组嘛，就是我们不希望个人的想法，我们是希望大家一起，然后想一件东西。我想到一个单品，腰带。领带，领带都带着。不一定啊，你可以系绑头上，你可以系腰上。那我们也领带。我可以。是领带吧？我觉得领带。OK， 定了，好，出发。好，走啊。走吧。Let's go, let's go。哪种东西是到底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这种长袖的衬衫，然后你可以套在里面，然后外面套个短袖，这是另外一种穿法。然后你可以直接单穿衬衫两穿，那么脱下来你这样系着也可以的，系在腰间，这就是这个衣服的一件性，可以创造很多风格元素。对，是这样。衬衫更符合打工人。定了，白衬衫。我们这个队伍还挺欢脱的，脱缰野马。然后他们给我写叫赵大拿，给那个酸逼写叫酸嘎子，给吹吹写叫崔桂枝儿，给建波写叫李大果，鹤莲就有点像莲花莲，然后玉兰儿，然后我就想说，哎，我说以后你叫兰儿也挺好的。我们现在就正式有请我们的《这就是潮流》全国10强登场。我先为你介绍一下我们超级厉害的助推官们，斜杠青年 LLWW 潮牌主理人何超莲老师。
上官哲老师、张初然老师、Jason Wu 老师、李老师，从昨天到现在啊，你有没有最 peak 的一位选手？你记得昨天有一个任务给我打3部的衣服，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双皮，不会让你失望的。李老板，昨天我们还是老板，但是我们今天呢就又变回了打工人。没错，因为这一期的主题是我们的打工人潮流记。为了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啊，我还特别染了一个新的颜色。厉老师，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做“鸿运当头”，寓意着我们今天的打工一定会顺顺利利的。OK。不行了，太尴尬了，我走了。今天佳琪哥不在，我觉得这个主持人这份工作太难了，我一个人在这场上，我太尴尬了。而且你的搭档完全不讲话。今天的打工一定会顺顺利利的。OK。如果别人穿的太漂亮，就是会影响我的工作，就注意到他们。你一听到这个打工人这个词，你先想到的是什么东西？太尴尬了，我走了。节目组，我要辞职。你要辞职？但是呢，我这一辈子是不会跟我的老板那个杜华姐辞职的。我今天就是来跟节目组辞职的。那你穿这么帅，我们不舍得你啊。那我就不辞了，赚钱。对，因为我昨天抽到那个情景卡是辞职，就是辞职。涨薪，我昨天抽到那个涨工资。涨工资？对，然后我穿这个衣服，我要找老板涨工资。上官老师好久没有买新的衣服，然后这个衣服都破烂烂的。我的也很破啊，都烂掉了，没有钱给你涨工资。OK。其实我还蛮喜欢你今天这一身造型的，这个上衣是我喜欢的。那我给你，你给我涨工资好吗？可以啊，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我的团队。好。好，说一下我们本期比赛的赛制。我们这次呢将会采取5对5的团战积分赛，比赛共分5轮，每一轮每支队伍各派1名选手 PK， 有潮评团买他打分，5轮得分积累高的队伍将全员晋级，得分低的队伍需淘汰1人。每一轮谁上场由你们自己决定。今天呢，我们的全国10强选手呢就要为千万的打工人提供最潮、最实用的通勤造型和通勤包创意，让打工人潮起来。如果可以呈现他们的职业特征，我觉得就会是一个比较棒的表现。他们的服装是否符合场合的这个场景的需求，这个是我比较看重的打工人的穿搭。一定要运用的很好，还有实用性。其实我也是像打工人，因为我现在在纽约已经是早上4点了，我还在打工。哦，它有时差啊。所以我今天很期望看到大家把什么打工人这个 personal style 可以显出来。好，首先呢，在昨天的打工人造型任务中落败的队伍酸皮队，你们要先派1名队员挑战；校服兄弟队，你们要现场商议1位队员应战。这一轮输的队伍，下一轮要先派选手上场，以此类推。那我们现在就请酸皮队长，请告诉我，你们队第1位出战的选手是赫连，就想好了？想好了。赫连个人风格太明显了，我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形象去点醒他们，所以势必是赫连。那么现在就有请赫连上台，打工人舞台 PK 现在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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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展示你的打工人造型。3、2、1，请展示。好，哇哦，哇，好喜欢。哎，不错哎。他这身穿搭完全上班就可以穿，而且不张扬。可爱。好老啊！
我抽到场景是一个相亲的场景。哦，相亲。对。我的穿搭可能用了很多的叠穿的方式，然后在里面的领尖做了一个内垫的小领结。然后关于这个包包呢，就是我设计的一个单品。我对包包的要求是它有足够的承载量，好看哦，我觉得也实用。然后我设计的这个小手呢，是一个小笔袋，它可以插一支钢笔之类的。啊，这个有趣。我的包包主打理念简洁好看，百搭能装。但这个包不一定会只适合我这一身的 look， 但可以适合于所有的 look。我希望它成为一个百搭单品。关于相亲的状态的话，我可能会觉得第一次跟别人相见，出于礼貌的状态，我觉得一定要穿的比较正式一些。但是等坐下之后，我脱掉这个外套的话，我可以展示一下。哦，这个好看，这个好看。然后我这个白色衬衫的这个作用是做了一个腰封的一个设计。好看还能别麦，你看他就是来这儿打工的。对呀，而且没有用到裤带，是用这个白色的衬衣来做一个打结绑定的小翻腰的一个设计。衬衫那边我可能会想要更出挑一些之类的，把它捅进去，然后翻出来，像个超大的腰带之类的那种感觉，就让人感觉到这个衣服是多穿多变形，而且有一些自己的小想法，表达一些自己的审美之类的特点。不然家长又会同意，家长会喜欢死了。好，那我们校服兄弟队啊，你们想派哪一位上场跟赫连 battle 呢？怎么说？那就肯定是你俩。那就你们吧。我们觉得我们队长先上吧。队长先上啊，直接。对，给他们壮壮士气。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有请校服兄弟上台。好。哦，他们队长这就上了。海滨布阵完全是看风格来的，就相同风格的人 PK 就是更容易产生一个分高者。我们跟赫连都是用到了牛仔作为材料，然后我们想就是看看我们的牛仔跟他的牛仔谁的会更好一些。哇哦！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位下班的记者，他赶着去看一场展，这个展会是一个古风展。我们设计了一个包包，我们的包包前面是一套《清明上河图》涂鸦。哎，这个包是好看的耶。清明上河图和潮流去碰撞。看展的话，展就会比较的高级，所以我们就觉得，以简单的色调，然后简单的搭配，然后去设计这一套衣服。我们为这次看展又设计了一个背带，然后是个古风展，所以我们有加一些柳树。这个会不会太长了？我背个包到这儿，太不实用了。里面这件衣服是个蓝色的格子衫，外面是一件大风衣。裤子的话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一条裤子。然后我们将包包设计留下来的一些牛仔裤的布料，我们进行了拼接。这个上窄下宽，我们下面形成一种喇叭的样子，用撞色设计出了这一件裤子。它这个裤子设计的还挺主流的。对的。然后这个记者他下班之后就领带一拆掉，就往这里面塞。领带和这个包包的颜色撞色就形成一个搭配。包包的里面就是可以装得下相机或者说电脑，还有一些小饰品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是记者的话，他的包会不会不够大？它有点不太实用。本记者不同意。就是我很想问一下，你这个包到底怎么用？比如说你要拿一个采访稿，你怎么拿呢？旁边拿。对啊，然后你再看赫连他那个包怎么拿？对啊，就直接就拿了。因为平时我们会，你看这边拿着一个麦牌，然后拿着个采访稿，这个手已经拿着很多东西了，这个手我就希望我可以，哎，就拿出来了。但你这个肯定要很复杂。就是校服兄弟，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包更注重的是它的美观性还是它的功能性？美观性和功能性都有。我就是觉得，如果要是他的身高，然后背这个袋子这么长，我觉得他可能要取一个什么东西，他得很费劲能够到。然后比如像赫连的那个袋子，可能就是刚好一拿一放，我觉得它的功能性上可能会比这个会就是更实用一点。这个功能性我们有想过，所以说这个袋子是我们自己编的，它可以拆，就一节一节。长度可以调节。对，长度可以调节。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呈现出来的这个，好像就是在比例上觉得它有点太垮掉。
赫连就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小男孩，就很有心机，然后就带了各种东西，然后讨女生家长欢心的感觉，我觉得还挺可爱的。他用那个白衬衫变成那个腰带，我觉得就是有点小心机，但是又没有很突兀，我觉得是挺好。这两个其实相对 PK 来说，赫连好一点。哎，我好喜欢赫连那个腰封，后天我要让他给我扭一扭。我觉得他那个腰封可以帮助到我。如果穿很松松垮垮的裤子的话，是需要一个那样的腰封，让我真实的腰身比例显出来的。那我也想问问利鲁修，你更喜欢两位选手里的哪一位呢？我喜欢赫连。如果去相亲的话，他的这个衣服真的合适，就是那种单纯的，就是让父母就是喜欢他，这个 look 就好看。那我们还是想要问一下，就是前排的打工人们，如果你是赫连要去相亲的那位对象的话，你看到赫连这一身相亲的感觉的话，你会怎么样？就觉得非常的清爽，就还蛮喜欢的。好，那我再问问旁边的那位。就如果你是那个校服兄弟去看展的那里面的一幅画，你看到他们穿成这样来看你的话，你会怎么想？哦，我觉得挺好，我挺喜欢校服兄弟这身衣服的，他的包我特别喜欢。谢谢。好，现场11位潮评团到了你们做决定的时候了。我们这次是分开计票的，所以你们可以投2次票。那我们喜欢校服兄弟的，3、2、1，请买它。我觉得第2套是那个包带不太好，一下子就……哎呀天啊！不是吧？没啦！一个人拿5票。喜欢赫连的，3、2、1，请买它。它颜色搭配都是很好的。哇！我的股票！11个人，赫连10分。就是这次得分是挺高的，我觉得，就是得了10分，而且好像是第一个是最高的一个分数吧。我觉得我赢他们的一个比较巧的一个地方，可能就是我更抓中了这次考试的主题，所以我可能赢在这里。我很喜欢赫连的那一套，因为我觉得他做的蛮有 style 的，然后我觉得他用那个白衬衫当那个 belt 还不错的。心理压力就很大，因为我们是队长嘛，而且我们又是第一个出场的。5票啊！你俩别太灰心。然后拿了个5票，相当于开了个很不好的开头，然后接下来就队员心理压力肯定也会大的。就要有请我们第2组上台了。那我们派谁？我们派队长已经败了，士气低落。我们派钟红吧。有请钟红上台。队伍里面，李师傅的宝做的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就让李师傅先上去，把这票拉上来。我挺喜欢他做的东西的。刚刚你们队稍微落后了那么一点点，有信心扳回来吗？有。那我们就请宗红，3、2、1，请展示。哇塞，满满的青春气息，有没有？帅。他终于做了一次亮色的东西，之前都是很灰暗的。我抽到的场景是去见对象的家长。抽到之后，我想了一下，如果我见对象家长会穿什么样，我下意识的想的可能会穿的人模狗样一点吧。但是仔细一想，确实我也不是那样子的，就还不如真实一点，就展示一下有什么爱好，比如说穿一件篮球的衣服，然后去跟岳父找话题啊之类的。基本上我今天的穿着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因为我喜欢背登山包，但是登山包都很大很厚，但坐地铁的时候就会被人撞来撞去，就心情很差，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登山包外观，但是它比较很薄的一个 tote bag。但如果你去比如说见家长这种场合，你觉得登山包不够正式的话，就可以有另外的一个袋子，它就会变成一个皮包。哇，这个好看，买它买它。
你想要换一种背法的话，也可以你自己去组装你自己想要的背法，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斜挎的邮差包。这很好看，是好看啊。我还可以变3款哎，这个还可以。哇！去设计一个真正可能真的会使用的包。现在人大家都有工位嘛，东西都摆在工位上，只是你上下班的时候你背的东西不是很多，所以你不用装那么多东西的话，那你包稍微小一点、轻便一点，其实会方便很多，我觉得。加分了。他应该分很高啊。3皮队长啊，紧张吗？怂。那到底是谁呢？是一位长得特像张小斐老师，最近特别狂，今天要辞职，所以我要给他一个机会。对方中红是个比较厉害的人，我也会追求个稳。赵燕这边就消掉对方的一张比较有利的牌。Hello， 李老板，我最怕遇上你。好，那我们依然3、2、1，请展示。好看的，这可爱的包。哦，他那个包我还挺喜欢的，好可爱啊！稍微差点意思。对啊。说实话。其实是这样的，其实特别惭愧，因为我从来没有辞过职，但是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来自于一个我的特别好的朋友。有一天，他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跟我说，突然，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我没有辞过职啊。他觉得打工人象征着希望嘛，象征一个成功的过程，他想迈向自己那个成功的终点，所以他最后他是因为理想，因为他自己的这些对生活的憧憬嘛，他选择了辞职。所以在今天的设计上，整体的颜色是用了那个今年比较流行的配色，就是黄色搭配灰色。然后觉得黄色代表着希望，代表明天。这个宽带的设计是因为我觉得它背时间久了，可能肩膀会很疼。然后我今天把扎染的这个工艺就做成了一个大概太阳的形状，然后作为我的服装的一个装点，搭配在了我的裤子这个上面。这次比赛这些颜色还算是比较大胆的，因为我之前其实是很少大面积去运用说很多颜色或者撞色这些，本身觉得黄色这个颜色蛮积极向上、蛮阳光的，在这方面是希望自己能有个突破的。然后这个包整体还是偏实用的，就是可以在工作的当中，然后可以插手机，然后插一些笔、插一些夹子，然后后边的话正常放合同啊，放一些什么东西都是有不同的分区的，然后用了一个小兔子，就是像我理想的萌芽一样。所以我今天做这个包包主要是为了它实用吧。这个包是实用，但是不时尚，它没有就很抓到那个平衡，很像电脑包。对，有点像化妆师的包，看一个看一个看一个。那他这是不是辞职啊？化妆师多累啊！就位。易安呢，我觉得这个包呢，我喜欢的颜色，可是我觉得其实非常不好用，装不了东西。你要辞职的话，你东西拿不回家。今天的这个衣服的比例有点不对，你人蛮高的，可是看起来比较矮一点。整个 proportion 我觉得还是不大好。对，他裤子有点怪，我觉得加上那个袜子，我就很不懂为什么要这么穿呢？我觉得辞职就应该穿得挺舒服的，我没有必要再特别拘谨，就是怎么样，我觉得怎么舒服怎么来吧。如果我去辞职，我会用最尊重的方式去跟现在说一声再见。我就觉得你这个可能好像就是有点过于随意的感觉。易安的设计的这款包，我会把它推荐给那个某火锅店的服务员。我觉得这个命题还是比较宽泛，并且没有一个相对标准的答案。穿跨栏背心去辞职也行，我穿衬衫去辞职也行。这个东西就是千人千面，太多答案了。很喜欢宗红今天这一身的造型，我觉得你选择的这个衬衫跟领带这种穿的方法，其实是符合你的那个场景要去见家长，我觉得还挺有礼貌的。而且你选的衬衫的颜色跟这个领带的这种有挺复古的感觉，我挺喜欢的。很时髦，我觉得那个包设计的非常好，真的相信是打工人可以需要用很多场合的一个包。这2位里面，你更喜欢哪一位呢？我自己喜欢是严老师，因为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不让我穿短裤，这个裤子有点像短裤，然后如果我要辞职的时候，我一定要穿这种短裤，让老板说我不管你的规则，我要辞职。就要穿短裤。这是刚好就撞到了我们厉老师的点上面。来，喜欢易安的请买它。
不会吧？哇，只有4分。那么接下来喜欢我们棕红的，请买它。加购这个这个实用性很好。棕红。哇哇哇哇哇！蛮开心，因为我自己还挺满意，但我也会更高一点，但也还行吧。李宗宏的那个包，我是觉得非常的实用，那个包是我自己很喜欢，而且我觉得那个包能够成为一个爆品的。那我们也要恭喜我们棕红，你们的队伍呢，距离全员晋级也是更近了一步。哇，太棒了！把顺风局一下又打成逆风局了，我觉得对队友还是有点抱歉的。哦，对不住你们。没事。因为刚刚上一轮是棕红赢了嘛，所以我们这一轮要请酸皮队先派人。吹吹吧。吹吹。我会控制整个氛围，就是我们不会连赢，但也尽量不连输。我觉得吹吹这边是要帮我拉开分数的。我很喜欢他。我抽到的主题是去参加前任的婚礼。哇！这个选题好适合他。好，3、2、1，请展示。天哪，他这也太夸张了吧！我单品是衬衫，然后我把它做成了一个腰封，后面是扎了个蝴蝶结。哇，好看啊！哇哦，这还挺好看的。我其实没有工作过，但是我想到打工人，我第一想到就是一些办公室里的一些白领之类的，所以我想要就是这款包上班可以背，然后下班之后就可以把它这样解下来，然后下班出去玩就可以背这个包。这个实用性很好。因为我觉得就是打工人在公司上班其实是很孤单的，所以我就做了娃娃别在包上。好喜欢，我喜欢这种丑娃娃。就让他们显得就是不那么孤单，就是有些时候就快要崩溃了的时候，会有人可以去说。我很喜欢娃娃这种类型的无生命体，就是跟娃娃待久了，就会跟他之间会有共鸣。他的内心好柔软。因为是去参加前任的婚礼，所以就稍微穿的正式一点，然后就是这件西装。因为我觉得他们白领都是那种西装套装，所以就是用这个大概做一个呼应。对于我来说，就是可能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感情去面对这件事，不知道是该祝福还是该就是去对他做出一些什么记恨啊之类的。因为这是他最幸福的一天，所以就是打扮得很好去参加这件事，就是一种平淡的心态。这才是吹吹，大气，我崔姐，大气。好，那我们的校服兄弟队，你们想要派谁来应战呢？派谁？派谁呢？那就江快一吧。一个是甜美，一个是比较亚风格，看一下他们的 PK 是什么样的结果。这叫强强相遇相对。我抽到的这个场景真的很不符合我的个性。我抽到的场景是上台演讲。就是他去参加前任婚礼，然后他去他前任的婚礼上演讲。请展示。好看。好看，好看，是好看的。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西装外套还挺好看，我也喜欢他的外套。那是假头发吗？我的发带怎么办呢？买不到假发。为什么要假发？因为我这次的主题我不要求酷，我的这个风格不酷，而且我一直是短发，我要把头发接长。我的头发这次做了长的发型，是为了能更好的体现这种想要快速融入职场这种成熟的、轻熟的感觉。挺可爱的这个 look。我这一身的感觉就是说，我现在上台演讲是一个刚刚步入职场的新人，但是我又很有那种小女生、比较少女的东西，又很有趣。首先，我这个包用了一个桃心的航棉的一个材质，我会觉得刚入职场的女生就是有一种
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然后也穿得很成熟。但是这个包我还是留了一点就是少女的感觉，然后这个背带就是一个正常的，这两个是可以替换，然后这种就可以斜挎，也可以侧面背。然后在这个兜兜的部分有2层这个纱，就很梦幻。然后在这里我做了一个小的扣，这个是可以卸下来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小的口红包，然后就是哪怕你有的时候在做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挂在这个地方，就是临时需要补妆，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放到兜兜里。可能我需要一个容量很大的包，把所有东西能放进去，包括女生夏天要补妆，也有可能会放小风扇这种防晒伞。所以我会选一个比较厚实，然后有弹性的面料，能把它们很好的包裹起来。我们的这个领带就是一个腰带，他把领带当成了腰带。快怡，我觉得你的衣服我今天很喜欢，尤其你那个腰带。目前你的团队里面的用这个领带最好的人是你。谢谢老师。我很喜欢快怡穿的衣服，就是你没有丢失你自己本身的那个个性。而且其实我觉得你长头发也挺好看的，还有那个包包我也很喜欢，就整体搭下来，然后它的那个蕾丝，还有你那个袜子上面的蕾丝，我觉得就是以一个职场打工人这样穿很得体。崔崔就还是很崔崔，而且我觉得你那个白衬衫的那个腰带，我就觉得你是比赫连做的更好，因为你这个就是更好看，这个蝴蝶结绑的。而且我觉得你把衣服的结构把握得很好，就是你的比较紧的上衣跟蓬的裙子，然后你把这个包降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跟你整体的那个廓形是一致的，我觉得很好，很喜欢。这一组的对决，我觉得我觉得哇，真的是挺势均力敌的。实际上，我觉得如果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我是会比较喜欢快怡的这个造型，我觉得的确就是好看，然后也实用也好穿。然后，但是我觉得今天吹吹给我的打动是很大的。刚才你说到在职场的时候是很孤独的，然后挂了一个娃娃。吹吹，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去，多交一些朋友，然后多感受感受。很多人的时候，我基本不想别人跟我讲话。现在跟大家都其实相处的都还挺好的，愿意去接纳大家。利鲁修老师，这2位选手你更喜欢哪一位？就快怡的搭配就是非常干净，然后整个颜色好看。你们今天穿的是这个情侣装哈？对。我觉得就还好吧，就颜色比较像一点，而且我有点狗头保命，就我觉得可能我跟赫连更搭。喜欢吹吹的朋友们，3、2、1，请买它。哇，挺高分的。再来，one more time，baby one more time。这么高分啊！可以，好，喜欢快一的请买它。7、8。我不会评吧，应该10分吧。哇10。哇，评分哎，同分哎。暂时还是我们的酸皮队领先了2分。我是对我自己比较有信心的，所以我希望在今后的比赛我会更努力，更大胆的突破自己，能让老师看到我更多的改变。我们的吹吹跟我们的快一打平了，所以接下来这一轮谁先上场，将由酸皮跟夏普兄弟石头剪刀布决定。石头剪刀布，他们先说，他们先说，你们说，谁先上？那肯定是笑哥呀。笑男孩喽。OK， 你跟他说。那我们有请大葱哥登场。聪哥。大葱哥，3、2、1，请展示。哦，是他。这是个啥？大葱。
我抽到的，我抽到的场景是品牌主理人谢幕。我使用的这个领带，把它作为一个衬托。大葱哥，你需要帮忙吗？我现在在想这个领带怎么用，你想好没？或者你把这领带跟你的鞋子怎么融在一起，可以吗？当鞋带也行吗？你试试穿不穿得进去。这样也挺好看的呀，但是这样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奇怪。对，有点牵强。对，只能放鞋上。那你说你像这个领带的话，我感觉只能绑在鞋带上。就你这边有卡的地方吗？但到时候可以卡在那个麦上，就露一点点，就当那种裤子上的配饰。反正好像李东红给你弄的是好一些。行，他们都很热情，都很积极，每个人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的。今天的主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基层打工人的春天。比如说环卫工人啊，工地搬砖的工人们给他们准备的。像这个帽子的话，它可以有一个遮檐的作用，而且它也是通气的，所以也不会让你很闷。太牵强了，环卫工人为什么要穿白色呢？然后像这个包的话，是把它做成了一个手套包啊，上面呢我还有点私心。因为我是一个山东人，我想把这个大葱印在上面，能够让我有种归家的感觉。然后呢，它打开的话就是一个手套了，好出乎意料啊，觉得。对，然后可以喝水啊，我喝一口。好。真的喝水哇！然后它可以当成手套，类似于这种手套，对。这样一个手套的话，可以防止他们的手不会这么粗糙，而且也可以起到这个防晒的作用。这就是我整套的这样一个概念。我的预判就是3分之内输，应该是不可能。酸皮队长，你们想要派出谁应战大葱哥呢？那就是他吧。建波。我拿到词雅其实很普通，面试。但是呢，我自己设定了一个场景，面试时尚公司。好，建波，请展示。哦，好帅！妈呀，好帅！我今天是去面试一个时尚公司，因为是面试嘛，所以我就选用了西装。在使用西装的时候，为了凸显我自己个人的特点呢，我就用了一些丝带，然后进行了绑带的一种穿插。然后可以看到，其实主要是后面这一块的，然后还有侧边裤子这一块的绑带穿插。然后我今天的包呢，放在椅子背后的话，就可以结合一个功能，就是当你椅子的靠枕。然后我还用了一些纽扣，我觉得纽扣这块就比较表达一种我对于服装的一种热爱。它上面有装饰，挺不错的。然后它还是可以就是，纯属我制造的节目效果，不属于失误，不属于失误。看见背的，私密现场好，谢谢。我觉得呢，就是建波，你很聪明，因为呢，其实我们一直说打工人，我们没有给你们设定哪一种工种嘛，所以你给自己设定了是时尚，然后你今天穿的这个也是非常的有时尚的态度，我觉得就是整个就很贴题。谢谢。我觉得建波今天这一套的造型跟你所描述的那个场景是挺吻合的，就是我觉得你展现了自己对这个时装的敏锐度，包括你自己的一些 DIY 的一些创造力吧，我觉得还蛮好的。谢谢。李建波今天这个整套造型，我是觉得是非常满意的，因为他的这个题目是面试一个时装设计师，他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简历，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面试的方式我是非常非常赞成。如果他来我这面试，我会毫不犹豫的邀请他加入我们的团队。那这个包呢，我觉得有点大，然后我觉得跟你衣服配起来上，我觉得有点不搭配，所以我觉得这包给多想一下。那个葱先生，你那一件呢，我觉得很有创意。
然后你那2个手套合起来，看起来像一把大葱，所以我觉得是你的品牌，我一看就看得出来了，所以我还蛮喜欢的。谢谢。那问一下利路修，这2位你更喜欢哪一位？我最喜欢是大葱哥。因为我一看到他的红裤子，我就是他非常有自信，非常帅。还有他的帽子是我从来没看到这种，所以我感觉就是特别有性格，很酷。自信的男人最帅。喜欢我们建波的，请买它。如果按场景来说的话，它的还比较合理一点，但那边有点听不懂。再上一下呀！不错，可以。完了，跟不上了。清零过后呢，我们要请大家为大葱哥投票，请买它。不是吧？我惊呆了，真的惊呆了，2分怎么可能给得到2分？我觉得大葱哥今天的整体来讲的话，他的故事是很牵强的。大葱哥啦，因为我觉得他的袋子是有创意的，他做自己的风格，他信念感非常强，是现场最相信自己的东西的人。我觉得他这个信念感打动了我。除非他们0分，你9分，我们才能赢。哦，对，真的不可能，满共几个人，咋可能说不定啊？压力肯定是有，因为我们组落后了这么多分嘛。我有想要我们组反败为胜。有请我们酸皮加油，以及我们校服兄弟队的祖儿上场。紧张是会紧张，但是可能输应该是不可能。作为队长，就我去刚他们那边，我觉得最强的人。祖儿，请展示。我觉得这个配色挺好看的。我的场景是下班想要去音乐节 party。我为本次的这个主题呢，打造了一个包包，它的名字呢是叫做 Me， 中文呢就是我。然后这个包的设计呢，它是一个又实用性，然后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交工具。它的实用性的点呢，就是它上面这2个包是可以拆下来的。你上班你要拿电脑，然后呢拿文件，你可以放在这个大包上面。然后你下班想要出去，比如说约会啦，出去玩什么的，你就可以直接从这个大包上面摘下来，然后背着小包就可以出去玩了。我就喜欢这种包，我觉得好看，装东西很方便。然后呢，它之所以是一个社交工具呢，是因为我想到了一个点，就是运用勋章来去代表你自己的一个个性。比如说这里别了我最喜欢的动漫，它名字叫做 JoJo。然后呢，还有这个2就代表了一个艺术家的一个性格。比如说地铁，然后公交车上面，就是别人看到您的包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注意到你包上的一些小细节，就是会产生话题，是一个很好容易交朋友、社交的一个办法。这个点蛮有趣的。然后呢，我的主题的话呢，它是音乐节嘛，所以呢，我是里面这身是一个可以展现去音乐节的一个穿搭。哇哦，这个很好哎，我觉得好看。对，音乐节肯定又是要有一种变装的感觉。我这样去音乐节是太素了呀，或者就是我到时候上台的时候，我再把这件脱了。你就是音乐节已经开了，你就把这个脱了。去音乐节的时候你就穿那个。但是就这样是不是太平淡了？要不要这里再来一点？怪吗？要这里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对你裤子没有改，裤子如果是没有颜色的话就不行。对。我想呢，就是我到了场地之后呢，我是穿了这个，然后里面呢也是一个背心，然后呢我也是叠加了很多这个勋章。到现场呢，大家看到我这个勋章的话，也可以产生更多的话题。对，我很喜欢你的雨衣，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外套，挺好看的。但是上班就是头发、帽子这样，因为我里面头发是比较炸的嘛，所以我上班想要戴个帽子就是文静一些。
所以你去音乐节要脱掉吗？对，我是打算脱掉，但我刚刚太着急了，我就感觉就是对，就这个样，它刘海是就是卷卷的。因为我这个包它是可以就是变成双肩包，这样子。哦。它是一个领带嘛，然后呢，在我眼里，我就把它看成一个绳子，所以我就把它绕在这个肩带上，因为有时候它会太重嘛，这样子呢就会保护一下肩膀不会酸。好，请酸皮展示你的 look， 请展示。我抽到的主题是要见偶像。这什么？坚果像。在水上，他这抽到的是什么？见偶像。哦，见偶像，哦，见偶像。就可能是一个周末，然后我下了班，然后我就要马上搭红眼航空，然后去另外一个城市见我的偶像。我带的行李是不是就跟平时旅游不太一样？能不能方便某一位迷妹上来一下？就这个女孩吧，可以吗？这个包包里面，我觉得有可能大家要见偶像常备的一些东西，因为这个真的就很能装。口红是要的吧？整理头发。哇，天哪！然后小吹风，就是现场是不是很热？这个太能。不太理解，会带这么多东西吗？我觉得大家休息的地方可能是青年旅社，可能就是一般晚上的火车，或者说红眼航空，就把这个房费就省了，那么被子就来了。这个好厉害！那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可能玩下手机就方便了？灵感来自于我自己，就躺平青年，就是走哪儿都想躺，都想睡。包一打开就整床被子，然后还有手可以插出去的地方。好喜欢。我觉得他这个做得很好，就是衣服有点普通。酸皮，我觉得你的故事也说得不错，可是穿的比较没有什么特色。我觉得你的包还蛮有趣的，可是你这个包需要4个手才能用，有点麻烦。可是我觉得这个包可以变很多的用法，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所以我觉得还不错。我特别喜欢祖儿今天这一身造型，谢谢老师。因为我觉得跟你之前的所有的都很像，而且我觉得特别的真实，就是我觉得真实是比一切所有东西都更重要的一个特质。谢谢老师。其实我肯定更喜欢左耳这一身，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徽章控。我觉得徽章是你用来认亲的一个标志，因为有些很小众的梗做在徽章上，只有真的热爱这个东西的人才会互相识别对方的身份。哇，你讲得太好了，谢谢。女孩我肯定会投，我在纠结那个男生。我觉得我的东西应该是所有人里面复杂程度最难的，而且我觉得也是衍生度最高的。我还指望着我自己拉开一下分数。我们先来听一下上官哲老师跟Jason Wu老师刚准备完大秀就来看选手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差很多？其实我在我们选手中学到很多东西，真心的，我从吹吹、燕窝还有祖儿身上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有趣的东西。上次录制结束之后呢，其实我就是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在新系列的开发当中嘛，所以就是放了很多东西进去，在我的新系列里边。对。那我就是刚刚准备好了纽约时装周，那我们现在已经其实开始准备下一个秀了。太牛了！可是我很喜欢来这边看到很多年轻人的做法，所以我觉得从这边也带来我很多想法。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2队前4轮的积分状况。左儿，你只有拿到超过9分以上的分数，你才能帮助你们队取得胜利。你觉得你能胜过对方吗？我觉着我展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我也相信自己，所以看大家吧。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为喜欢左儿的投票，请买它。
所以有可能就逆转了。那现在就要有请潮评团们，如果你们喜欢酸皮的话，请为他投票。3、2、1，请买它。还是祖儿比较强一点，我觉得他硬掰。这套衣服我是真的没有感觉。Oh my god！ 现在压力来到了我们的酸皮身上。酸皮，你觉得你会被反超吗？该说的也说了，该做的也做了，我觉得没有后悔，所以我等待结果就好。好，究竟最后取得胜利的是我们的酸皮队，还是我们的校服兄弟队？那我们就来揭晓酸皮的比分。其实心里面是非常紧张的。我好像还觉着我们有希望反败为胜。恭喜我们的酸皮队全员晋级下一轮。今天的感受就像在坐过山车，我以为我们跟最后的组人旗鼓相当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拉了一点后腿。但是呢，很遗憾，也要请我们校服兄弟队的5名选手上台。又到了这个可怕的时间。校服兄弟队在你们之中必须有1名选手离开舞台。这次任务中，你们觉得自己的表现怎么样？感觉好像没有完全尽到队长这个职责吧，因为要说当队长的话，就是必须要帮助每一位队员，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去协助他们，然后我们自己的也没怎么做好。身为队长，心里就很愧疚队员，没能带他们赢这次比赛，然后我们之间还要再淘汰一个人，就心里挺内疚的。虽然大家都是一个团体，但是还是要从你们里面淘汰1名。有没有什么想给自己拉拉票的？无论是哪一次比赛，我对我自己其实不是很有信心，我每次上台都特别紧张。但是我觉得我这次表现还挺满意的，对，这样。对于我来说呢，我感觉我是一直都在做自己。我有可能对于别人的意见啊，不是说听不进去，就是我会更在乎自己的想法。但是呢，我一直都是，比较喜欢原创吧。穿搭这一块，我感觉是我自己喜欢就好。好，我就是我的想法，反正我会一直做我自己的。我感觉就是像我第一次变装的时候说的吧，就我还在，寻找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道路上。我不甘心平凡的活完我这一生，我就是要靠我自己不断的折腾，然后呢去活出我自己想要的自由。所以呢，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弃的。谢谢。我感觉我做的还可以，应该没有必要淘汰我。是吗？应该没有必要淘汰我。好，各位助推官们，这一场比赛呢，你们可以助推3名选手，我和带人官利路修可以商量带1名选手。我们是要留谁？说他们2个里面可能选一个。我们已经给了他很多表现的空间了，我没有觉得他有改进或者有进步啊。其实他今天整个我都觉得很荒谬。我觉得他们下一季不会有新东西出来了，已经到头了。好，助推官们，请问你们第1位想助推的选手是？我要推快1，谢谢了。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直以来都，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没有丢失自己的风格，不管潮评团怎么去评价他，或者是我们怎么样给他评语，我觉得他一直都有进步。每一期我都觉得你有给我一个惊喜，而且动手能力特别强，所以我觉得你就是继续留下来，然后继续进步，加油！谢谢了。我选宗弘。因为我觉得宗弘在这个舞台上，从海选到现在一如既往的在输出他的创造力跟他的创新的精神，我很喜欢，很欣赏。对，谢。还剩下3组选手，你们其中会有2组进入到9强，是大葱哥还是祖儿？
还是我们的校服兄弟？我想助推的是。周祖儿。首先，他今天的穿搭的确是很好看。其次是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想拥有一个不一样的18岁，想让自己的18岁精彩。那我觉得你值得拥有一个精彩的18岁。谢谢老师，谢谢。紧张吗，大葱哥和校服兄弟？有没有想说的？我觉得我把自己做好就可以了，这来吧，哼，挺勇敢的哦。校服兄弟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好遗憾，但是我们还是想努力去争取这个名额的。对，谢谢。好，厉老师，那这个结果还是由你来公布吧。我们觉得大葱哥，你今天留下来。什么？恭喜大葱哥进入9强。他选了大葱哥。我很感谢厉路修老师，还有黄明昊哥哥，有可能也是觉得我不错。大葱的那一套就是很现代，就是很时尚。最喜欢的是最上舞台就可以。喜欢他的衣服，然后如果让我买的话，我就会买他的品牌。很遗憾，校服兄弟，你们要离开我们这个舞台了。因为我已经第2次跟他们组队了，然后我们还挺熟的，他们还是很暖心的，就是他不会严肃，他还是会体谅人一些。对，我觉得吧，我们来到这里，其实名次什么的对我们来说不重要，我们重要是认识到这么多朋友啊，然后一起学习这些学不到的知识。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穿的也不是特别的很好看。大家好，我们是校服兄弟，我叫唐一晴，我叫吴宇翔。就是来这之前，我都一直是个小白，我们只是画一些衣服，但是对服装的了解就是一点都没有。然后自从来了这里之后，就对服装啊，就是比较潮的衣服啊，我们都也有了自己的见解。双皮给校服兄弟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榜样。有人要这些东西吗？我们是跑这捡破烂来了吧？我就是想要一些饱和度低的，但是有颜色在有些旧的成分在。推开，3、5上，打开。目前你们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一组。哦，掌握到了，技术已经到我手上来了。校服兄弟，我觉得暂时停留在 print 印花这方面。兄弟，走吧。真的可以啊，这没问题。我怕我现在一搞毁了。别怕，颜色不会毁。不要太去在意这些东西，有东西随便弄出来也很好看。我们队长先上吧，给他们壮士气。对。我就发现我们的穿搭就是提升了一个高度，就是更有的内涵，更有的潮流的方向。对，好好努力，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对，好，你给，给力哦。您今天有没有最想加购的单品？有建波的裤子，我会想要加购跟买它。我觉得它裤子穿起来好帅。快一身上的加购跟买它，偏心偏得很离谱的导师。所以我最想买它的单品是中红的包。双皮的正规套，因为是我的喜欢的风格，可以天天穿。赫连的这个包我是非常想加购的，而且也会买它。我就非常喜欢这个包那种小简约加上小拼接，然后我觉得实用性和美观性都必备吧。赵一安的包我非常想买，因为它这个包我觉得这个鞋的这个剪裁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装水壶啊什么也确实挺实用，就是偶尔用一下，我觉得是件挺有趣的事。欢迎潮流发现官。这一期我们不来一个嘉宾了，直接来一个团。本期的主题是萌娃大作战。这种颜色你喜不喜欢啊？告诉你。不告诉我。你觉得黑黑的好看吗？我想哥哥啊？什么？别，真的很疼。
萌娃大作战舞台比拼现在开始。我也太可爱了吧！我非常喜欢快一今天这身打扮。李建波那个上衣我想加购，我也想加购。我是觉得宗宏今天是我全场最佳，我最喜欢的一套。请买它。但我觉得你好像忘了，这就是潮流。它可能不是我的风格。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这么穿。阿哥，你要选择的助推选手是。这就是潮流团建日 VIP 专享版《潮人总动员》，明星潮人欢乐组局，戏精吃瓜，嗨点超我是近来代办的潮流代言官大工人李路修。家乡特产连连看，通过选手的穿搭配对出选手所在的家乡特产食品，成功配对6组以上挑战成功，若配对不足6组挑战失败，有3次求助的机会，抽取任务卡并完成任务，即可获得一位指定选手的提示。这应该是华夫饼，这怎么可能是华夫饼？确认吗？确认了，我确定100%1万级肯定这是你的，确定？确定？不是，不是，对外国人太难猜。我被伤害到了。这个是你的吗？这个是不是深圳那边的呀？老嗲了，拿嗲了的，真棒！你应该不会骗我的吧？不是我，没有惩罚吗？我碰都不想碰它。这个很臭。开了，我现在已经不敢呼吸了，说实话。擦到橡皮脸。是有点。哎呀，真的贼臭呢！啊，我觉得还好吧。哇塞！撤走，太臭了。今天呢，将有2位神秘嘉宾会参与到大家的 MV 拍摄过程当中。他是不想练了。太难了。Oh no！ 好，我们尝试一下好不好？好，我开了，准备。好，准备。为什么他们没有叫声呢？好，要准备做饭了。哦，吵起来了。4、5的手在哪？在哪？能不能跳？不能跳，我像坏人。师傅，为什么你笑得这么开心？我是有苦说不师傅，出啊。我要跳舞啦！上手机天猫搜潮象马尔斯绿，抢潮流同款好礼。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首席合作媒体微博时尚，感谢信息流媒体 QQ 浏览器、QQ 看点，感谢独家虚拟换装游戏合作平台淘宝人生，感谢独家合作时尚媒体时尚 Cosmo， 感谢时尚 Cosmo、Look Style 世界大赏联合发布潮流趋势报告。这就是潮流，周日中午12点更新正片。同时加更会员专享特别节目《潮人总动员》及独家选手 Vlog。周二中午12点，潮流营业中，梗王出没，演绎拉满。周三中午12点，潮流团建 ING 游戏内卷，这都能玩。周四中午12点，看这潮一针见血，超 real， 明星读评论，你懂的。谢谢。周五中午12点，这潮快问快答，明星下意识问答，1秒破防。